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上周，外星人电解质水中国潮音国潮演唱会拉开帷幕，5个月福利集结2大阵营，东西舞台。发生！乐府舞台，我只愿熬过了3生海，希冀的不离看花水中望眼，梦楼上月下，这个眉目依旧的你。唱响起承转合4大篇章。赛制中盘，乐府舞台积分暂时落后，目前2个舞台相差44分。感觉他们把最重的炸药包已经丢出来了，然后后面就是轻装上阵了。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宝，所以就还好。再次提醒各位，起承转合4个篇章的总积分决定最终的胜负。本周国潮演唱会开启最后2大篇章，转与合的舞台。接下来，首先有请盖为我们带来开场秀表演《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家中无富贵，口袋无财宝，寒风中刺骨，情为好仕途，博得明月处，用兰花画情妇，走了雷电飘起了小雨，为了赶路我选择早起，瞬间里又飘起了雾，如果有视线帘幕给我指方向在哪里，一路上有花香和鸟语，太多兄弟给我做的好比，看我用80把打底，再把裤子要挎起，不像是上山老爷。下山街，下山街，林间小道出表姐，用心贴，用力缺，挥手告别好兄弟。地为窗，天为坡，少下莫怕草木空，日为中，月为公，勿忘茅屋有寒冬。暴君他断命离贼，胭脂洒满目光顾。他日若随凌云追，敢向皇朝不丈夫。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家中无富贵，口袋无财宝，寒风中刺骨，情为好仕途，博得明月处，用兰花画情妇，冲动了我，耽误了我，一扇门关闭了，双手之锁，钢铸枷锁，你管不到我，一把火点燃了，干柴烧抖，有个事情点燃我的脑壳，我跟他说没得东西好说，生老病死不再需要草药，776一次给我的宝座，除非夜望亲自还，清光自来勾，九龄归于兰花草，一泼丧命忧，我盼的是梁圆圆，口里是东京酒，等的是洛阳花，穿的是章太柳，暴君他断命离贼，胭脂洒满目光顾，他日若随凌云追，敢向皇朝不丈夫。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家中无
很开心来到中国潮音，然后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支持所有的选手，你们也要珍惜他们的天赋，好吗？谢谢。欢迎来到由酷狗音乐与优酷视频联合出品的《外星人电解质水中国潮音》。本周积分战进行到底，淘汰名单将在今晚揭晓。东西舞台能否乘胜追击？乐府舞台能否逆风翻盘？接下来的2个舞台将是一组原创音乐的对抗。请东西舞台的张嘎怂老师和乐府舞台的段新华老师做上场准备。加油啊！饿狼加油！加油！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啊！对，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这歌叫什么名字来着？早知道回家这么久。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早知道回家先加点酒。到底是什么呀？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看吧，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当时发出去之后，就是一下形成了一个那个，所有人都在下面，他们很共情，你写的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他说他就不该花500块钱去烫头。哎，我觉得有意思，我这么顺着就唱下来了，一句一句。我发现我不管什么时候唱这个歌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很积极，然后就很乐观，所以我就想一想，真的是这首歌是可以在逆境中是可以带给大家力量的。来了。待了这么久。我觉得这首歌适合互动，是吧？中间可以来一点这种东西。这首歌特别适合互动，好听。听说了又是个积分赛，那就大家是个集体。那集体的话，就要考虑这个怎么去对战拿东西出来的问题。节目组说的是要观众投票嘛，然后要选一首大家都比较熟的，就是那个《我害怕鬼》。我害怕鬼，但鬼未上我分毫。我害怕鬼，但鬼未上我害怕鬼。这次搬上舞台的话，是要把它做成我当初就想要的一个样子。OK， 就要这边。嘎怂也确实他自个儿一个人演，我们希望能给他，因为别的人的演出都是一堆人在演，我们希望给他助力。你得给我们设想动作，好不好？我想想啊，这有什么动作？不就是胃疼吗？就是一直造型或者突然之间咱们就这样子。这个也有意思。我害怕鬼，但鬼未上我分毫。我不害怕人。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吗？不要笑。恨。恨。明白。对面那些都对我来说都一个样。挺好。期待我们一把三弦的这位商务精英，他的名字叫做张嘎怂。大道你怂！哇，你们这口号真是想太强了，太强了！
过吗？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就不该把麻将送朋友啊！早知道村里呀分了路口啊，我也要把大桶呀灌满酒呀！我就不该花500去趟头啊！早知道村里呀分了路口啊，我就应该领上妹妹我啷个高三。妹妹，你这我做手棍儿好听吧？我听不着啊。Thank you。怎么做到那么好笑的？犯规呀，这。投票开始。快投票，快投票！蓝色，蓝色，别投错了，蓝色。谢谢大老师、薛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三个嘎子。各位大家记住投票啊，投票，投票啊！张嘎怂，我觉得他身上是有非常浓厚的土地特性去带领他完成这样的音乐的，并且哪怕你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也能够感觉到他的音乐带给你的快乐。我觉得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化的感染力吧。在这首非常喜气、非常接地气的一个作品，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节奏律动，又变得非常的潮流。可能对于国潮这个字，这首歌曲是非常鲜明、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可能很多观众看到的它是一个欢乐的表象，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听到了非常深厚的音乐的底蕴，而且我觉得它是打破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所谓国潮音乐的一种探索的界限，所以我是很期待西北的音乐人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到全国的舞台上面，以至于我们后面可以走向全世界的舞台。投票通道关闭。哎，来，嘎怂跟各位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嘎怂，我来自中国的大西北甘肃。薛老师，请咱们嘎老师那个介绍一下刚才那首歌是为什么叫在家待了这么久，跟咱们这个疫情很有关系啊？歌词写的也很可爱啊，好玩好玩啊！这个是我2020年疫情，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在隔离在家的时候，然后一会儿是过年，我那段的时间写的一首歌。然后我们本来是办了很多年货，到了出去之后，结果发现隔离了，然后出不去了，就出不去了。然后本来是过年10几个菜，到最后只有2、3个菜了。然后妹妹说：“你早知道在家待那么久，你应该我们多备点年货。”哎，我这么谈着谈着，我突然间我就来灵感了，我说：“哦。”那个最后中间出现了一位大爷，最后后边出现了一位奶奶。许了吗？打不过吗？我听不着啊。那个这两位是，最后出现那个是我奶奶，啊，中间那是我叔叔，那是我弟弟，我爸爸的弟弟。哦，最后是奶奶，前面是叔叔的弟弟。我爸爸的弟弟。我爸爸的弟弟，那还不就叔叔吗？你说叔叔不就完了吗？我因为我叫叔叔，害怕你们分不清。那在你心目中，叔叔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还有什么别称呢？我觉得任何人，比如说我可以把你叫叔叔，叔叔。哎，嘎怂，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唱一个很简单的一段你们那的小曲儿？因为大家都对你这个那些东西感觉很感兴趣啊。简单一点啊，简单，就是很小呀马哥哥呀，小呀马哥哥呀，这2句好不好？然后你唱一个小呀马小哥哥，大家一块唱一个小呀马小哥哥，好不好？先给我们了啊，一起来，走起！小呀马哥哥呀，小呀马哥哥呀，小呀马哥哥呀，亲手把这子炖。希望各位在中国潮音能够接受到这样可爱的音乐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Thank you， 休息一下，来，谢谢。
这一轮呢是起承转合的转。就可能是还是要非常认真的、非常重要的去对待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是这个作品，从网络上第一次跟观众见面。这首歌的副歌呢，魔性洗脑，红遍网络。而今天呢，它将以全新的编曲方式，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期待。我害怕鬼。哦，哇，这光，这个电视里边真漂亮啊！在一个漆黑的夜，我走上空旷的街，想着刚才出租房里发生的画面。我在外面努力搬砖，你在家里却让我难堪。手机里面的蜜语甜言，终于被我发现。你说你是我的小公主，原来都是套路。我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命会这么苦。我为你戒掉了烟，剃掉了头上的墨西干，如今换来的却是你对我善良的欺骗。为什么？我害怕鬼，但鬼会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遍体鳞伤。我是被斩赛的鸳鸯，我的世界已经绝望。家人们、老爹们，请你们给我一点力量。我来到烧烤摊，大腰交了1斤半，酒瓶里面装不下我对你的心酸。我不想很纠缠，斩断这个情缘。你让我这个男子汉变成了汉子男。李狗蛋劝我一定要和你分手，你这样的硬汉不该交上这样的女朋友。我看着对你很温柔，其实是没人说的门把手，拿点死的你再回头再去挽留。我害怕鬼，但鬼会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遍体鳞伤。我是被斩赛的鸳鸯，我的世界已经绝望。家人们、老爹们，请你们给我一点力量。我害怕鬼，但鬼会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遍体鳞伤。我是被斩赛的鸳鸯，我的世界已经绝望。家人们、老爹们，请你们给我一点力量。但鬼会伤我分毫，但人把我伤遍体鳞伤。我是被斩赛的鸳鸯，我的世界已经绝望。家人们、老爹们，请你们给我一点力量，力量。可以改的挺好。老段的舞台的这个表现力还是。我害怕鬼。谢谢段新华，我害怕鬼。投票通道开启。我投了 B 组的《我害怕鬼》这首歌，我们经常会在手机里边听到，这是应该是一个很魔性的一首歌。也许它在网络上流行的时候，大家觉得是鬼吼鬼叫，但是今天他有了一个舞台，他可以去阐释自己的理念。实际上，他的这些唱法都是思考过的，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看《水浒传》、看《三国演义》这些小说一样。其实你不是说我要去看特别优美的骈文，你才能够感觉到文学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在你看非常轻松的小说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文学的价值。时间到，谢谢。大家不知道，其实段新华他真的是专业的音乐学校毕业，然后现在其实他从事也是非常专业的音乐工作。我是觉得能够写出这样一首大家喜欢的歌，从你的角度，你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个歌呢？那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个尝试，
想要写一个小人物来到大城市打工，然后他面临的一些人生的困境。那我的这个作品当时也是这个初衷，就是把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小人物的横切面切给大家看，可能不同的人，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当时就写了这个作品。还是希望大家看到更多本质的东西，一些大家觉得搞笑的外衣之下，再讲一个社会现象，再讲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也不会奢求大家都能去看，都能去理解，但是有一个人看了，有一个人去想，我觉得我就很开心了。虽然是一个网络大热歌，但是它并没有长成特别网络的那种套路，它其实有很多巧思在里面。对，这个是我今天最喜欢的表演了。我觉得音乐就应该是这样，含蓄的、节制的。然后对每一个音都有自己的考量，我觉得听这样的音乐是一种享受。从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都是小人物，因为我也其实不怕鬼，比较怕人，对，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歌，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发挥的怎么样？正常吧，正常，因为这首歌改编以后难度比原曲变大了很多，所以还是尽量去保证它的完成度。有信心给我们争分吗？感觉就别拉分吧。Very good, nice。棒。段郎一如既往的问：毛毛，你自己拉票吗？拉票给谁？给你自己拉票拉过吗？也拉过。那你为大家拉呀？我那都提前准备了很长时间。尽力了。我们俩，因为我的性格是觉得不太喜欢拉票。我觉得大家都是你们自己想要投谁就是自发的，我觉得这个强拧的瓜不甜。是，但是今天真的非常，我觉得我们再不卖力，觉得我们的组的选手会觉得我们好软弱，所以真的在这儿，请大家如果觉得好的话，一定投我们一票，为我们的选手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挺温暖的吧？本来我们那组就比较沉默一点，不像 A 组那么嗨，再加上一直输，所以大家都蛮沉默的。像亚东老师、像毛毛老师，这都是很少说话，这能主动拉票，真的挺温暖。在空气里寻宝藏，在角落制造光，在无人知晓时也能自得其乐。音乐就是我们的电解质。让身体醒过来，热爱才会变得不平凡。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下面呢？我们的这个表演是木兰星，岳玲珑呢和亮颖一起合作。果然，他们对抗都是把压轴的放在后面。田忌赛马。对，这个战略是对的。岳玲珑这次他们打破了传统的那种方式，和亮颖的人生呢在融合上碰撞出非常新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谢谢。多一句，《木兰星》是张靓颖老师非常好听的一首国风的作品。这次在和岳玲珑2位老师，他们的共同演绎之下，又能焕发怎样的生命力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期待这首《木兰星》。上场了，一个朗读的机器吗？没问题，挺好的，完全没必要紧张。你俩
完全没问题。其实我们俩之前并没有想到张靓颖老师会跟我们合作，他的作品跨度很大，不只是有一种风格，他是多种风格的。他对不同的作品在舞台上的呈现都有自己非常有经验的想法。刚刚亚东老师说，觉得比较倾向那个木兰心。木兰心其实还挺好，木兰心很好听。对，那歌我也是喜欢，但那歌本来就是个中国风，你要怎么样，同样是中国风，但是听感上面要有新的东西，这个也是要动脑子的。原版里面呢，他用到的民族乐器是二胡。我们都觉得二胡的也许跟它的音色有关，我们认为原版里的整体气质有点太传统，所以我这次选择了手碟和颤音琴。我觉得手碟很有诉说性，不会跟蓝颖老师进来的时候会打架，这样子是一个气氛的烘托。那颤音琴部分就是间奏包括高潮部分的一个推起，对，会更加有歌唱性，更加有力量。可能原本的木兰心，它可能就是荒漠、沙场，然后我们的想象空间在改的这一版，其实它多了一些暖。这个暖的色调，就像是我们也是在异乡，可能离开家乡，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你要怎么样用强大的一面去面对陌生，可能是现在的都市女性的一些状态。
遗憾。看看天上，于是我剪下了月光，射向我老家的地方。夜黑的就像我一样。 叫木兰，让我把回忆当晚餐，吞下这许多年的酸。爱恨是掌心的沙漠，故事被点了水网。 我披着时间，逆着风走过嫣然山。现场可以啊，唱得好呢，唱得好啊！如果大家喜欢这首作品的话，请按下你手中的按键，点击确认；不喜欢则不投。1分钟时间开始。都给我按，狠狠的按，这个票肯定高。这是我今天看到现在为止最喜欢的节目，好感动，请大家支持我们。 张靓颖的声音，我觉得她应该是女生版的《行走的 CD》。于是我剪下了月光。这个手碟鼓和笛子的搭配是很治愈人心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更像中国的太极，它是柔中带刚的，柔中带刚才是最有力量的，才应该被世界看到。木兰星这个表演我就太喜欢了。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非常炫技的去渲染里面的中国风的部分，但恰恰他们2个人在里面的话是做了很多减法，只提取了他们最唯美的那部分去融入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是很成功的。投票通道关闭。哇，我太喜欢这个表演了，我觉得中国第一演奏家荣颖哈。 然后你的编排真的太好了，它的今天的旋律非常动人心弦，每一个音选择都是恰当的。那你们之间合作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在《木兰星》这首作品当中呢，我自己笛子的声部，我并没有使用传统的中国的5声音阶的调式，同时我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也摒弃了中国民间的。 一些装饰音，那些民间的装饰音于我而言，我每次使用都非常的小心翼翼，甚至很吝啬的来使用。我认为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装饰音的使用都是一定要有它存在的意义。其实我的目的是希望给这首作品带来一些现代的气质。谢谢。 我所选择的这些乐器也是因为希望把国风做得更加现代化，它的音色比较配这首《木兰星》。唱音琴和手碟的音色，它既有柔美的旋律线条，然后也可以做出很有力量的一些非常打击类的一些声效。对。中国潮音的这个舞台上。 我个人的私心啊，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传统器乐，把新的和经典的结合在一起。我希望有更多的好能够被大家感受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岳玲珑组合，谢谢。毛老师，你夸夸我呗。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哇，好听啊，好好听啊，怎么这么好听？在听这首歌之前的版本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就很期待几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带来新的表演，确实是再度惊艳到我了。他可能是最有综艺感的，看上去最没综艺感的，最有综艺感的人。我们乐府的表演
先到此，下面呢把舞台交给东西。我觉得这阵容我们肯定2个赢，亮颖和荣颖，双赢。Hello， 林教授，完美。哇，女神，谢谢。哎呀，张靓颖，唱真好呀！谢谢你多夸我一会儿，你们俩特别会夸。太好了，唱的，哎呀，唱的感人。那小错拍、小顿拍的，那小拖、小拉的，太棒了。我这是个厨子呗。小顿。好香啊！狼哥，你也在吃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对呀，超爱康师傅 Big 桶，分量大，好满足。小馋小饿就要迷你桶，这个垫肚子刚刚好。好，接下来有请心中的日月出场。1名红，他们很强，2名红方，他们最强。下面这首歌那真是有点东西。红狼，你跟谁合作呀？那个西林那一高有一个心中的日月，我觉得心中的日月这首歌发行距离的时间也蛮长了。那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应该可以尝试用一个新的方式男女对唱。Hello， 西林那一高。Hello， 而且西林的那个唱功也摆在这，他也可以去到很高的一些音域，做一些很漂亮的抖音、颤音。OK， 可以，挺好的。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交流，也是东边跟西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是不是看乐了？是不是看着挺幽默的？我就看懵了，看懵了的。OK。因为薛之谦受不了红狼那编曲，然后这件事儿他已经完全无法接受那个，他崩溃似的听那个歌啊。我倒是没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我也是觉得那个歌真的很奇怪，明明那么好听一首歌，干嘛要改到这个程度呢？西林大哥，你的配合度真的很，真的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这歌我要疯。红狼，你最后那个怎么说呢？你弄啥嘞？你的那个 build up 那块儿啊，稍微再那个怎么说？你做小点儿，到 build 那块儿，对，拉个2 dB， 然后到那儿再起来。对，好，行，好，加油。这是一个偏实验性的节目，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学员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不干涉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红狼它本身是这样的风格的，对吧？那你要突然间让它变成一个非常另外一种风格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会尽量让他们做他们心目中觉得好玩的东西啊，因为毕竟是一个实验嘛，这我觉得很正常，对。这碗面属于你我的胃，这持之以恒的胃，历久弥新，温暖有力，是追逐梦想的坚持，是满腔热爱的信念。唱自己的歌，勾勒时代的梦，不忘初心，逐梦前行。英雄方知英雄味，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要这个味。扭了一下是吧？撞到了，撞了一下的啊，这是撞了一下。应该就还是撞了肉了。对，还是皮肤软组织损伤。你要推着他吧。走，我们直接进去。鞋还没穿，先进去穿，我不要跑。心情咋了？就是脚踢到那个上楼梯，你们等下小心。上场前，其实我比较担心西林的腿啊，
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就是腿也不方便。好点吗？努力。不用，你觉得怎样现在？我们上台就会好一点。而且我们那个舞台啊，就是下面是有点像玻璃一样的感觉，然后旁边还是有水的。我们的 dancer 最后一个动作是在踩水，我们还要最后做个 ending pose。我们的难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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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前面是太阳和月亮的声音吗？手中握着玫瑰花呀，美得让我忘了摘下。你的针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句都不说，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此刻的无人山谷，仿佛听见说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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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漂泊不懂你吧，你的美你不肯懂懂，你单纯我迷茫，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带不走。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此刻的无人山谷，仿佛听见说爱你。太猛了，他们厉害厉害！红狼这个舞台设计太厉害了。就当表演吧，确实挺热闹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作品的话，现在开启投票。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舞台的话，请为我们投票。真可爱。我觉得改编的还不够潮。王力宏本来这首歌演绎的就已经家喻户晓了，他要想超越经典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加把劲。
女生的 vocal 一进来，其实是很难进的。他们在前面的表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节奏上的突兀。他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实验性的尝试，包括非常奇怪的一个旋律改编。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国潮音乐的一个魅力，就是它需要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去驱动、去尝试、去实验。时间到，投完票可以聊2句了哈，因为咱们这个不卖惨啊，咱们的心灵大一高这个。昨天在彩排的时候，那脚趾头啊，其实是扭到了。对啊，因为昨天我们彩排，我跟薛之谦并没有看见那中间有个舞蹈。哎，刚才他突然一跳的时候，我们俩都傻，哇，吓一跳，这得多疼啊！哇，可以，心灵大一高，可以，加油！感觉就是在舞台上这么的，哎呦，太棒了，值得我们的敬来啊！太棒了！舞台型选手一上了舞台就不觉得是不是？那就是一切啊！但话说回来哈。红狼啊，这首歌要是你当时啊，要是我唱的话，你给我下这个和弦啊，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连续过肩摔。我跟你讲，心大一高，你的配合度真的很高啊，对，都唱得进去哈。确实说，你们俩在搞什么鬼？对，就是你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歌你怎么就改成这么的？是啊，面目全非。面目全非。对，其实我们昨天就是在讨论这个歌的时候，他格局挺大。他说，别人都说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他说不，民族的就是宇宙的。所以说我们聊到日月，刚好歌的开头，如果你们有注意到的话，有大老师的一句，这是，对，这红狼让我录的啊，就是说这是月亮与太阳的声音吗？里面真的是有太空的声音在。什么？你们哪里去采的样啊？哇，采样很辛苦哦。钱。就是太空爱好者收集的这些声音，然后把它拼在一起，跟心跳。心跳。太空的心跳声，你收集到了，哇，太棒了。还有一个小彩蛋哦，就是西林那一高的名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小故事，跟这个歌有什么联系？是，哎，西林那一高，你是哪个组的？维吾尔族，像维吾尔族的名字里面有很多都会用日月啊、用花啊这些很美的东西来命名，所以刚好呢，我的名字里面 Shirnai 它的 I 就是月亮的意思。哦，高，那高就是高高的月亮。Shirnai 就是甜蜜的月亮。甜蜜的月亮。你的名字就叫甜蜜的月亮。对，它直译是这样。那红狼，你红狼对着月亮叫，应该就变身了，对不对啊？红色的太阳。就是满月嘛，满月了，哎呀，月亮白天了，就是行了，月亮圆了。给我们现场来一段维吾尔族的一段民族的，好吧？哇，太棒了啊！反正拉票都拉完了嘛，对不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呦！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我觉得这段表演啊，比刚刚下面那段还要精彩啊！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还是忍着？要不然我们就算按这段了，我们来打。没有，好吧，来现场再投一次票。没有必要了。其实我觉得国潮很多时候不是说光追潮流，是要成为那个弄潮儿，对不对？能够让这个潮汐变得更加的汹涌。所以说，感谢他们2位的比较精彩表演，谢谢各位，好嘞，谢谢狼哥多多支持我们的东西战队，谢谢东西舞台，谢谢各位，就是我这种人就好神奇，就是一上台根本真的感觉不到疼。你看，幸我还能跳舞。我刚刚跳舞的人现在在一起，我都惊呆了。我觉得是满意的，对，是在这一首歌的基础上能呈现成这样，并且我想说的是，西林那一高在我心中是 No.1 敬业的女艺人。好，刚刚这个回合票数已经在我手中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觉得总该赢一回了，不能一直输一直输啊。已经连着输了2轮了，肯定期待自己的这一趴能够翻盘。我们先说东西舞台。东西舞台，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媒体投票，28人乘以2，获得56票；观众投票60票，最终票数为116票。什么？等一下，哪个是最高分了吧？哦，哇，他们全程高分。乐府舞台《木兰星》，媒体投票26人乘以2，获得52票；观众投票65票，最终票数为117票。反正100多，而且117应该是最高分的一个。最高分了吧？目前是，你全场最高分了。全场最高分117。耶！我这样能表达我的开心。还在，好，开心。乐府舞台，我害怕鬼。为什么？我害怕鬼。媒体投票20人乘以2，获得40票；观众投票64票，最终票数为104票。很高了。东西舞台，心中的日月。媒体投票16人乘以2，获得32票；观众投票53人，最终获得85票。东西舞台获得201分，乐府舞台获得221分。现在就相差5几了。刚刚差50，刚刚20加30差50呢。东西舞台现在总分639分啊，630，好嘞。乐府舞台现在总分615分。萌萌，靠你了！还剩最后一个和的舞台。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没出呢。加油，萌萌老师！他们是个女团还没上呢，我。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老村长。先别加这么大负担。因为我们也知道输了肯定是要淘汰选手的嘛，我们唯一就是希望他们在舞台上表现好，因为这舞台就是提供给每一个上台的人。哎，我谁都不想让他离开队，这是肯定的，都是搞创作的，而且他们在节目里的认真程度，对待这件事情，简直太让人感动了，而且他们都非常谦和。